手感这么好。这不是吗？伤了那里，但幸好我们雪丫头不嫌弃，让你嫁。哎呦！这不是谢建华吗？这女的是谁？这也不是苏雪呀！我想起来了，这是熬夜看小说的剧情。苏雪跟谢建华有婚约，可当年说谢家老二生了那里后，就跟别人乱搞怀了孕，苏家不想还彩礼，才把苏晴抵过去，才有了这场捉奸大戏。哎呀，苏家，你个贱蹄子，你竟然抢你妹妹的未婚夫啊！我们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哟！姐姐，你要是喜欢谢建华，你可以跟我说呀，我肯定不会跟你抢的。妈，来弟呀，你这个女儿呀，真掉价，上赶过去呀，就想往她床上钻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没脸见人呐！对，谢建华的妈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恶婆婆，婚后把对苏家的气都撒在苏晴身上。不行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白白受这些人欺负。看什么看？你自己做了这些龌龊事儿，还不让别人说了啊？姐，你怎么能对妈动手呢？这死丫头，平时大伯回手骂不还口，今天的脾气怎么这么冲？看来日后得让你的恶婆婆好好管教管教。哎呦！真是这样。让你欺负儿媳妇，让你欺负儿媳妇，她就是我的恶婆婆王翠芬。你什么你？妈，你发什么呆？自己女人被别人欺负了，你不知道护着她？妈，这说不准就是苏家设计的，他说不定也是同谋。你一个大男人睡了人家黄花大闺女，就得对人家负责，否则以后别恨我妈。上一世我因为苏家的设计迁怒晴晴，放纵老大他们欺负晴晴，你还敢偷懒？洗干净，我要你好看，我要你好看，快洗！若是老儿牺牲后，我被老大他们赶出家门，差点冻死姐夫。没用的老东西，赶紧滚！心情好吧？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快跟我回家。是晴晴收留的我。晴晴啊，别怕，有妈在，不会有任何人欺负你的。这是我妈妈，怎么变得这么温柔了？这个恶婆婆怎么跟书里的不一样啊？王翠芬，你们家老二睡错了人，你们两个必须给我个说法。上一世被晴晴接回家不久，我就病死了，都没机会好好保护她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欺负王翠芬的府儿媳。何兰迪，你这个黑了心肝的老妖婆，你连自己亲闺女都算计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你们给我评评理啊！我一个闺女被戴了绿帽子，一个闺女被毁了清白啊！你王翠芬还有理了？王翠芬，你不要在我们面前耍横啊！有什么用啊？你这个新媳妇能干这种事情，不好相处啊！以后有你享福喽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儿子都娶不到媳妇儿，你还有空管我家儿子？你们想看我家笑话是吧？我今天让你们出不了这个门儿！哎呦，不愧是十里八村都怕的恶婆婆。
战斗力就是强。晴晴，别怕，妈护着你。你们苏家真是下贱，不想退彩礼，就来算计我家老二和晴晴。晴晴在你们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，你们真是黑了心啊！你胡说！明明是谢建华喝醉了酒，做错了事儿，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哎呦，我可怜的孩儿啊！这该怎么办呢？够了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们家苏雪找了别的男人，怀孕了，你又想讹诈我们家500的彩礼。怀孕了！哎呦，哇！大家如果不信，现在就可以带着苏雪去医院检查。去检查呀？看着也不像那种人。怎么已经有了？我没有，他在污蔑我，你们都别信！你们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啊！乱说的！哎，苏雪怀孕了，难怪她推荐这么个新。哎呀，这何来定可真毒啊！为了保小女儿，把大女儿往火坑里推。就是，王翠芬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事情都已经出来，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吧？晴晴，别怕，妈给你做主。这是王翠芬，原主记忆里那个扇他耳光、骂他贱人、把他赶出家门的恶婆婆。哇，今天真的不对劲啊！老二，表个态。苏晴同志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今天的事情虽然是被人设计的，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就绝对不会逃避。这还差不多。王翠芬态度突变，虽然不知原因，但眼下是最好的机会，趁她在我这边，把条件先谈下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有3个条件。说，妈给你做主。第一，必须把苏家的500块钱彩礼全部还给我，作为我的嫁妆。第二，苏雪抢走纺织厂的工作，也必须要还给我。第三，我要与苏家断绝关系，白纸黑字，签字画押，此生嫁娶生死各不相干。我要与苏家断绝关系，从此嫁娶各不相干。思晴，你别多存进耻！你敢！我是你妈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现在又跟我断绝关系，除非你把这些年的吃穿用全部付出来，否则你别想迈出我们苏家的门。从你给我下药的那刻起，你就不是我妈了。好，晴晴有志气，这才是我王翠芬的儿媳该有的样子。何来弟，你听好了，3天，就3天，你把给晴晴的500块彩礼、纺织厂的工作，还有白纸黑字写的断亲书，一样不少交到晴晴手里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我同意。行啊，那我就带着晴晴去公安局报案，说你诈骗彩礼、下药害人，够你吃一壶的。到时候我看苏雪还嫁不嫁得出去，你们家苏雷在厂里还抬不抬得起头？晴晴，以后你就是我们谢家的人了。这2天我就赶紧张罗着把你们的婚事办了。时间是有点紧，你到我们谢家不会亏待你的，妈就像对亲生闺女一样待你啊。有妈在，谁也不会欺负你的。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谁要在背后诋毁你，你就到谢家来找妈，妈给你撑腰。这是怕我现在就住进谢家，名声不好，还是给我时间和原生家庭做个了断。不管怎么样，王翠芬考虑的确实周到。
好，我听妈的。何拉蒂，你听好了，回去好好待晴晴。如果她少一根头发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建华，过来和晴晴说两句。苏晴同志，这3天你多保重，有任何事情来谢家找我。这个便宜老公好像还不错。你这个不孝女，害得苏家丢脸，气得你妹妹生病，你现在还想一走了之啊？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是不是？你没听到是不是？你怎么好意思动手的？看我好欺负是吧？看来我的储备还是差了点。谢建华和王翠芬一离开苏家，就立马嚣张起来。不孝的东西！我今天早上就应该从床上把你拖下来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看来手劲儿都变大了。你个死丫头！疼死我了！你说好的500块钱什么时候给？什么时候给？要不咱警察局走一趟？姐，什么姐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苏晴是死是活，是穷是富，都与你们苏家再没有任何关系。同样，你们苏家是荣是辱，是好是坏，也与我苏晴再无瓜葛。苏晴，你要是敢出了这个门，你就永远别回来了！我没有你这个女儿！出来了，只是被赶出来了吧？那正好今天大家都在，就做个见证，我苏晴与苏家分段一决，从此生不往来，死不掉唁。你这真的走了？是的，这个好事你尝尝。新娘子找的不错呀，这不叫结婚了吗？来，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谢谢。你说要说呀，还是秦丫头有福气，这不声不响的就嫁到谢家了。你说可不是嘛？原先不是要娶苏雪吗？这怎么换人了？这里头是不是有啥说的？哎呀，少说两句吧。听说呀，婚前就睡了。不会吧？别说了，孙婶，您这话不对啊！我和晴晴可是正经领证结婚，街道常理可都是备了案的。至于换人的事，该说清楚的，我妈在苏家门口就已经说清楚了。还有什么不清楚想问的，可以去街道办问。哎呀，建华呀，你也别当真。咱们就是唠唠，唠唠，随便说。这个郭家华看着老实憨厚，没想到挺硬气。那我去上个厕所。可不能再让他们给我泼脏水了。啊！你说苏雪真的怀孕了吗？哎呀，真的，我娘家人在卫生所看见的，这单子都开了。哎，你说她为啥着急换人呢？
还赔了辆自行车，飞哥的。哎呀，难怪这荷兰弟这么大方呢。哎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！我跟你说的事千万别说出去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你刚刚听到没？听到了，我感觉啊，像是真的。听王翠芬说，苏晴的嫁妆整整有500块，还有一辆自行车，这可不是荷来弟的作风。怪不得苏雪前阵子老是请假，还说是胃疼。哎，上个月我在供销社看到苏雪买话梅，一买就是1斤，那看来是真的了。晴晴，妈有件很严肃的事情跟你说。这恶婆婆不想养了，进门第1天就要给我立规矩了。下次再有这些事儿啊，再让妈。你来我房间干嘛？我不对，这是我俩的婚房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还不收拾行李？你下午不是要走吗？谁说我要走啊？你不走啊？你不是要回部队吗？哪有上午摆了酒，下午就走道理？哎，不对，上一世摆完酒他就走了。虽然他身材是很好，可是他不行啊。对啊，他不行，我怕什么呀？行，那你不走就不走吧，我还以为你急着要回部队呢。谢谢华，你要走去哪里？今天你要敢走出这个门儿，以后就别回来。不是，妈，我没说要走啊。都听到你了，刚才那么大声，你是不是凶晴晴了？建华上一世结婚后直接就走了，防止后面一系列的悲剧发生。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，要走也得跟着晴晴培养感情后再说。你希望我走？妈，他没说要走。眼睛说话都有气无力的，肯定是被谢建华这个家伙吓的。晴晴，你别怕，这次妈给你做主。你看看，晴晴都替你说话了，你亏不亏心啊？我亏心？妈，他真的没说要走。行，我不走，我留下好吧，我睡觉。真是，他再敢胡闹，你就跟妈说，妈替你收拾他。拜拜，妈。这到底是谁在胡闹？大老爷们还挺爱生气。哎呀，对不起嘛。对不起就对不起，不要加妈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也帮你解释过了。只不过我解释了，王翠芬反而骂得更凶，这就是被婆婆宠溺。行了，知道错了就好，以后不要再犯了。刚穿越的时候没有真实感，还以为是梦呢。当时这么热情主动，现在连一手指头都不敢碰。哎，内心还是不够黄，脸皮还是不够厚。睡着了。真的睡着了，那我我前天晚上就知道，身材之
我熟了。对，熟了。我暖暖手。别闹，睡觉了。这是从前的婆婆，早就冲到房间把我拎起来了。哪有睡到日上三竿的美事？晴晴，跟我来。搞这么神秘，不会是想把现在的传家宝交给我吧？跟我来呀，快来！晴晴，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，好好学习。学习？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，晴晴要是能考上大学，一定能有个好的未来。我一个大学生，怎么能穿越了也得学习啊？晴晴啊，以后的社会是读书人的天下，你不要有任何负担，你只负责好好学习。妈，你又搞成幺蛾子。谢建华，你负责教晴晴。我还想躺平呢，怎么被婆婆激娃了？妈，现在工农兵大学靠的是单位推荐。你懂什么呀？以前上大学必须得考，那以后上大学也得考啊！你哪那么多意见啊？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妈，这话说的倒是不错。马上就恢复高考了，来都来了，那就奔向时代的潮流吧。好，那就从高中开始学吧。你确定？我做完了。全对了。我可是新时代大学生，这点知识洒洒水了。你比我想象的要更聪明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怎么害羞啦？晴晴，学习累了吧？来吃碗蒸蛋，我往里搁了香油和……我来的不是时候，你们继续啊！妈，我帮你。妈，我最爱吃鸡蛋羹了。爱吃就行，妈这是特意给你留的。今天你大哥回来了，我没给他吃，他吃这些东西都是浪费。忘了，鸡蛋在这个年代很珍贵。妈，我再去拿一个碗。你干嘛去啊？建华又不吃，这是给你留的。来，妈，你不能只对孩子好，你也得对自己好。来，妈不吃，你吃啊。我的呢？你这么大了，吃什么吃？妈，我刚看到鸡蛋壳，这鸡蛋怎么没端上来吃啊？
我刚看到鸡蛋壳，这咋没端上来吃啊？我吃了，怎么了？您吃了？这么贵的东西，您吃了不心虚吗？我自己辛苦挣来的鸡蛋，我吃了怎么了？像你这种白眼狼，我就不该养你这么大。你也嫌弃我？那你早知道今天这样，你当年别生我呀！大哥，怎么跟妈说话呢？你在这个家就是个多余，不止你多余，你的兄妹几个也多余。我多余？这饭我还不吃了。大哥，妈做的饭你不想吃，那你就别吃。你和刚嫁过来的臭婆娘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，谢建中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对你怎么样？建华对你怎么样？小时候有人骂你肺痨病，是你弟弟帮你揍的人，你现在竟然冲着刑金摔盘子！我体弱多病，是你没照顾好我。现在对我这么好，是你们欠我的。是你心里阴暗，你就像臭水沟里的虫子一样。小时候你不听话，你非要跑到河里游泳，你生病了怨天怨地，怨父母怨弟弟，你非要让全家哄着你吗？谢建华，把你爸给我找回来，我要分家。行了，都听我说。这次老二结婚呢，花了500的彩礼，以后我也就不管了。至于老大这边，家里也为你预留了200的彩礼，剩下的也不管了。以后你们如果谁想继续住在家里呢，就每个月按时交工资、抵房租。谁要是不愿意交，那就搬出去。啊，爸，你……谢瘸子还是一如既往，只管自己潇洒快乐，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不管。也好，以后我就只管好晴晴和建华就行了。老大，你也别觉得不公平，你找工作，家里给你花了一大笔钱，你吃住也是家里出的钱。这老二凭本事自己进了部队，这吃住都在部队，算下来还是你占便宜。啊，妈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有什么用？就这么决定了。你要想在家里吃住，就得交伙食费。这晴晴和老二是2口子，他们交一份就够了。至于2个小的，等他们长大找到工作，也是这个样子的。活该！大姐，竟然管我叫姐，看来是有事求我。什么事啊？啊，你工作的事情，任超安排好了。现在岗位紧俏，任超只能给你安排到临时工的位置。那你男人也不怎么样嘛，你还眼巴巴的凑上去。大姐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是自由恋爱。自由恋爱？自由恋爱，他人打完胎就出来跑腿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你瞒得住吗？厂子里都传开了，说任超为了撇清关系，让你去小诊所打胎，差点大出血。不是的，他是为了我们好，没结婚有了孩子，会影响他前途。你是脑子有毛病是吧？你俩最好锁死，谁也别出来祸害别人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能不能回家一趟？回我是不可能回的，
那个虎狼窝，谁回去谁倒霉。我能怎么办？婚期一拖再拖，家里妈天天骂我丢人，爸说我不值钱了，所有家务活都是扔给我，工资要交双份。任超他说所有流言都是我惹出来的，怪我不知检点。你以为要不是他逼我打了孩子，你哪来的工作机会？我连月子都没有做，都是你害的。苏雪，你脑子是坏掉了是吧？他那种人不知道在外面有多少姘头，就你傻乎乎的以为这是真爱，再过1-2个月，忍者都不知道把你忘到哪儿去了。他逼你打胎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可别说是因为我可不接受道德绑架。还有这工作的机会，是你们诬陷陷害我给我的补偿。大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街坊邻居都在骂我是破鞋，任超也不接我的电话，我只有你了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就要自己扛。你选择了任超，放弃了我，这一切也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苏晴，敬酒不吃，吃罚酒是吧？我警告你，关于你的婚事，到时候可别怪我说出去怎么样呢？要是你的工作丢了，可别怪我。苏雪，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你就来威胁我？不过你要是想让我替你隐瞒，或者帮你说几句好话，也不是不可能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说你压根就没看上谢建华，妈又舍不得退彩礼，这才有了换亲。之后又传来了谣言，所以你没办法，只能嫁给任超。对，就这么说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议论我了。不过呀，这么说违背我的良心啊。我的良心价值500斤粮票。500斤，这也太多了吧？500斤你还嫌多？你占着我的工作机会，好处可不比这少。我哪有那么多啊？任超有啊，或者何来弟也有，他们卖女儿总该有点积蓄吧？你这是趁火打劫。对啊，我就是。你可以选择不答应，但是如果你没了名声，你看看任超还会不会娶你？苏家还会不会要你这个没用的女儿？想好了再找我吧，慢走不送。大姐，你就一点亲情都不讲吗？出嫁前我就已经说过了，我与苏家恩断义绝，你们有事不要再来找我。你现在是来求人的，那就应该有求人的态度。小说里提到任超这个人嗜酒如命，苏雪嫁过去之后一直遭受家暴，看来苏雪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了。哎呀，你进屋咋不敲门呢？吓死我了！我会自己放，敲什么门啊？啊，你刚刚藏啥呢？嘘，小点声。看这是什么？啊！你哪里弄的这么多粮票啊？这是苏雪给我的封口费。啊！分你。不用，你留着吧。我过几天去部队了，到时候发了工资，我一起给你，在家吃好点。你要把工资都给我呀？我们都结婚了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呀，给你买了几盒雪花膏，还有糖。
还有礼物啊！来，不用省着，用完了我再给你买。哦，我还准备了布票，你要是缺什么就给我写信，北京那儿东西全一些。那谢谢你。哦，确实挺甜的，还吃吗？不吃了，我去刷个牙。妈，我帮你。你把这个亮起来。我得把这个女人看住，她这么会讨好妈，说不定要跟我抢房子。我可是谢家长子，这个房子必须是我的。哟，黄大姐，听说你家又要有喜事了？我可都看见了，你家建中跟张大红那叫一个亲热。对啊，我要娶大红。谢建中，你赶紧把这个老东西给我丢出去，臭死了！快点的！哎呦，媳妇，当初不让你去我进家门，现在不还是得看我们啊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不是他滚，就是我滚！快点儿！消消气，消消气！快点儿！妈，我结婚您出多少钱？哎，要不您把这房子给我吧？谢建中，我上辈子是不是跑你家祖坟了？你这辈子要这么折腾我？妈，你这话咋这么难听呢？难听？我告诉你，谢建中，您爱娶谁娶谁，爱当谁的孝子贤孙当娶。你的婚事，我要再多一句嘴，我王翠芬我就倒着走。走，咱们现在。哎，你们不要房子也成。这大红说了，只要600彩礼，他就跟我。600？他姓张的是镶金边了，还是戴银冠了？哎呀，我问你啊，你这些年上班在家几个子儿了？要600，你能掏得出吗？还是你想在我这老胡头上吸血？哎，不是，那凭什么苏琪就有500啊？不是，大哥，你这账这么算的呀？我那500块钱是苏家吞下去又吐出来的赃款，是谢建华自己攒的工资。你呢？你的钱不是给张家买了粮票，就是给张大红的弟弟交的学费，哪还有剩下的呀？谢建中，我告诉你啊，分家的时候说好的200块，我多1分都不会给你。你有钱了结婚，没钱了你就甭结这婚。我王翠芬不欠你的。你们，妈，你别跟他生气，不知道。我也不是生气，就是心寒。没事，我帮你洗衣服。哟，王婶儿，这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刚吃完老二家的喜酒，要吃老大家的了。啥？您还不知道啊？建中早上都给我们发喜糖了，说他跟张大红领证了。真是冥顽不灵！哎呀，他不知道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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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谢恭喜恭喜！感谢！哎，妈，刚巧碰到您，彩礼的事儿，咱们商量一下吧。哎，大红，快叫妈！啊，妈！上一世我真心接纳这个儿媳妇，处处依着她，却落得流落街头的下场。正好借这个机会，跟这2个白眼狼做个了断。我问你，
你结婚我这个当妈的配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呀就是先领证，只想着晚上再回去告诉您。放你娘的狗屁！谢建忠，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捧着药罐子养大的。小时候你发烧，我3天3夜都没合眼。现在你长大了，结婚了，哈，我最后一个知道，我倒成了街坊邻居的笑话了。妈，你非要在这儿闹吗？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大喜？我呸！谢建忠，从现在起，你就不是我儿子了。带着你这个好媳妇儿滚出谢家，就当我26年前没有生养过你。你真是一块捂不热的石头。妈，你非得这么绝情？好，走就走。哎呀，各位邻居，给我做个见证，我王翠芬从此和这个逆子谢建忠恩断义绝，生老病死荣华富贵与我无关，他的债别找我，他的福我不沾。妈，快来人啊！妈，你别吓我，妈。让他滚！妈，我错了，您别气坏身子。别叫我妈，我受不起。妈，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可我已经跟大红结婚了，这厂里的宿舍他不让夫妻住，您看能不能先让我们回家住？爸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，你是想再接再厉的气死他是吗？苏晴，我们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弄成这样，就是你挑唆的。大哥，你结婚的时候不告诉爸妈，爸妈气晕的时候，想到她是你妈了吗？怎么现在没有地方住了，想起这是你家了？你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你想回家，除非我死，我死也要把这房子留给晴晴和建华。你和你那张家好媳妇儿，休想踏进我谢家门半步。妈，您就这么偏心？你把房子给外人？外人？我躺在病床上，是晴晴帮我端水擦身子。你呢？你除了气我，跟我要钱，和这张家还算计我，你还做了些什么？你说晴晴是外人，我倒觉得你这个亲儿子还不如晴晴是家人呢。妈，你别生气，再气坏了身子。建华，给我把街道主任和厂领导找来，我要登报和谢建忠脱离母子关系。妈，你妈，谢建忠，王翠芬真那么绝啊？我同意嫁给你，是因为你说你家有房，还有600块钱彩礼。现在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算是给我要饭，也不能让我过苦日子。哎呀，宝贝，你别急嘛，我妈我最了解她，这过几天呢，我跟她卖惨，她就立马把钱给我送过来，别急嘛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那咱们回家说啊。嗯，走。哎，你说咱家最近咋这么多事儿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怪我呀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对咱妈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呢。你这儿怎么青了这么大一块啊？没事儿，皮外伤而已。那我帮你上点药吧。行。
我是不是下手重了呀？没事儿，你继续。这男人果然装得很。你的肌肉线条真好看，你平时是怎么练的呀？这小子肯定在默默使劲儿呢。我能摸摸你的肱二头肌吗？真好看。夜深了。妈，您真是料事如神啊！我听到有人说高考的事儿。高考肯定是8、9不离10的。我从北京带了些书回来，你们好好看看。哥，你这消息都不准，还让我们学习，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什么浪费时间？你的时间就那么值钱啊？你呀，跟你二嫂学习学习，别让妈操心了。照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学历越高，前景越好。妈，你就在家督促他们好好学习。这儿有3张卷子，测试一下你们的基础。别。你们俩在学校里都学的什么呀？你二嫂全对，你们俩不及格。这卷子那么难，二嫂肯定是刚刚偷看答案。对，我也能作证。自己没本事，还敢撒谎是吧？真是可怜啊，4个孩子，就谢建华还像个人。这大学名额就那么几个，我们根本抢不到。而且我之后是要去文工团的，学这些都没用。就是，而且现在是暑假，读书是上学的事情，暑假的事情就是玩。玩什么玩？都给我在家好好学习。再不提玩，等着挨打。我不学了，你打死我吧。谢建康，我帮你关门。你长能耐了是吧？你还怪骨气的啊！你别跑，别跑！妈，你给我站那儿！妈！苏晴，你给我记着。二哥，慢点。建华，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自己。把这钱你拿着。哎，妈，您留着吧。昨晚晴晴给我钱了。妈在呢，妈让你拿着就拿着。妈，保重身体。妈，我们走了啊。二哥回部队了，咱俩得给二嫂点颜色看看，要让她知道，在这个家谁才是老大。别了吧，万一二嫂告状，妈会骂我们的。妈还要给二嫂做新衣服，都没有给我做。谢桂英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你打算一辈子活在他的淫威下吗？
怎么干？让他把碗打碎，这样妈肯定骂他。哎，二嫂，你帮我拿一下碗，我挽一下袖子。这离厨房就几步路，你去厨房挽也是一样的。我警告你，这是我家，有些事儿不要管那么多，否则……哎，二嫂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你为啥还要把碗摔了？这种栽赃陷害的戏码，我只在宫斗剧里看过。这家才几口人啊，也要玩宫心计？我说小弟呀，你说你被妈骂了几句，你也不能诬陷你二嫂啊。不过就是几个碗，我明天再自己掏钱买几个回来就行了。就是你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有担当啊？苏强，你自己惹的祸，为啥要往我身上赖？我可是谢家的亲儿子，你一个外人。哎，妈！那么大的人呢，天天就知道玩，你闯了祸就往别人头上甩锅。妈，他给你喂什么药了？你处处偏袒他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想干什么我还不知道。你天天除了玩就是吃啊，现在还学会污蔑别人了。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哎妈，还想跟我斗？哎妈，真的我这些年宫斗剧是白看的呀？你看看你二嫂，你再看看你自己，饭都快递到你嘴边了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？多少下乡知青等着高考回城呢？你妈我是天天替你着急，你呢？你天天就知道玩。这高考还不知道考不考，什么时候考？着什么急呀？妈，报纸上说了，高考恢复了。晴晴，妈说过，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受苦的。妈是怎么知道一定会恢复高考的？她的性格跟小说里不一样，倒像是重生的。真的恢复了？这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晴晴，妈，终于盼来这一天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！错这么多，这还考什么呀？8成是考不上了。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船沉了才知道要补，早听妈的话，至于现在这么慌张吗？哎呀，我这刚开始学的吃力点不是挺正常的吗？要我说呀，高考应该明年去考才是最合适的。你二嫂小学毕业就合适了，要觉得考不上就不要报名啊，还能给我省5毛钱的报名费呢。妈，你这是区别对待。妈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读书，考上一个好大学的。还是晴晴心疼妈，妈买了匹布，再给你做件新衣服。苏晴，我跟你没完。那2个小的，这2天还听话吗？听话。昨天谢健康写作业，把前途写成了前途；谢桂英背课文，能把为人民服务背成了为人民币服务。我看这俩小孩的心思，早就飘到外太空去了。辛苦你了。妈说，你这几天都睡得很晚。能不晚吗？我讲了3遍，他们都听不懂。我还以为自己教的是2块木呢。你说这俩小孩的脑子到底是随了谁呢？不管他们随谁，重要的是，他们遇到了你。谢天华同志啊，
还会说好听的话啦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昨晚妈还跟我偷偷念叨，说这个家要不是有你撑着，那几个不争气的早就把她给气死了。那当然了，我跟妈可是天下第一好，哪像你只会做老好人。苏老师，辛苦了。知道我辛苦，还不来点实质性的奖励？这样够不够？勉强吧。那这样呢？还是东街口老张家那味儿，这豆浆没有腥气，又滑又浓。建华，你是起大早排队去买的吧？顺路，营里早起拉练，结束的时候正好开门。哦，顺路啊，那这白糖也是顺路捡回来的吗？我记得咱家的白糖昨天晚上就见底了。吃饭话还那么多。我去洗碗。哎哥，给我也刷一下呗。你没长手啊，自己洗。洗完碗给我看书写作业，别出去瞎玩。我回来要是看到你不在家，告诉你啊，你就完蛋了，知不知道？哥，你带嫂子出去玩，让我自己在家读书啊？你跟你二嫂能比吗？你二嫂做题全对，你呢？能对一半吗？哥，你重色轻弟。哎，翠芬儿，听说昨天晚上你大儿媳妇生了？生就生了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哎，那不能那么说，那好歹是你亲孙子，不是你真不过去看看？有啥看的？看那谢建中怎么带孩子，还是看张大红怎么数钱？我没那闲工夫。哎，养了个白眼狼，上辈子把心掏给张家，这辈子还是这副德行。上辈子是造的什么孽，养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亲妈当后妈伺候，还觉得天经地义，光会啃老，孝顺，还怕是连这2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。哎，也是，那2口子确实不让人省心，不提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家晴晴跟那2个小的，是不是要什么资格考了？是啊，下礼拜就要考了。这不，我跟你说啊，报名的人海了去了。我听说刷下来一大半呢。我家这3个呀，是我下了血本盯着的。晴晴就不用说了，她那刻苦劲儿，我看着都心疼。这健康跟桂英啊，他们俩要是过不了这道坎儿，看我不打断他们的头。哎呦，这么严呢？严，那就得严。老大是养废了，心偏了，就是因为打得晚了。这2小的年纪还小，还掰得过来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孩子呀不能逆，这心呀不能偏，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责任，什么叫上进。你们家孩子
都是读书的料，有前途。以后啊，跟着享福吧。这日子呀，还得往前看，把手里的人抓住，该教的教好，把该疼的人疼到，这日子呀就过好了。妈，菜量好了，就放那儿吧。妈，在家吗？哎，妈，好像是大哥，外面还有孩子的哭声。去开门吧。嗯。苏晴，爸妈，大红她刚出月子，她说想着专门带着孩子来看看爷爷奶奶。爸妈，这是小军。进来说吧，门口有风。哎，好。啊，坐吧，刚出月子别累着。谢谢弟妹。这是给孩子的一点心意。这鸡蛋给大人补补身子。妈，您要是还惦记，我们先搬回来住。我们家里庙小，容不下你们这两个大富，以后就不打扰你们两口子。妈，你不心疼小军吗？这可是你亲孙子啊。是。我就是因为心疼，不想让你们抱着孩子来回折腾。以后没事就别来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们这次过来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，我们能不能暂时回来住段时间？谢建中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人是你千辛万苦的求来的，是苦是甜，你自己扛着。这个家早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抱着孩子回去吧，以后没事儿，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吧。哎妈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现在也挺难的，还得养孩子啊。我们家还有3个要考大学的孩子呢，你们家的事儿，我没有功夫操这心。哎，大红，妈，你咋那么冷血呢？我是你亲儿子。哼。妈，雪里红晒好了，我帮你吧。晴晴啊，妈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把老大教育好，让他成了个窝里横、外头软的糊涂蛋。妈最不后悔的就是那天在苏家门口把你带回家。剩下的路妈知道该怎么走了，以后咱们的日子是会越来越好的。咋了？我脸上有东西？不是，你大嫂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今天带过来看爸妈了。哦，难怪妈今天一整天看着都不对劲呢。那这你咋看？咋看？去家里看呗，不过得避着点妈，不然她有点难受。木头。啥？我就是想问，你想不想生小孩？
你要生小孩啊？别人不是说你那个啥吗？你就不想生一个，证明一下？这有啥好证明的呀？再说，你知道不就行了吗？孩子会有的，不用着急。我着急，我急啥啊？是我着急了。我们都通过资格考了，这考试可简单了，高考我肯定也能过。就是这次考试，我比二嫂有信心。我以后考上大学，妈，你出门之后面上都有光，大家都得羡慕你。上辈子也是这样给我画饼的，结果还不是考了4次才过。你二嫂比你们考的都高，都没有这么嚣张。以后啊，我还得靠晴晴给我争面子。哎呀，这次考试是我失误了，这些题我都会了，你就等着我的高考成绩吧。妈，你给我做一件新衣裳吧，新衣裳去高考更有气势。对呀，这参加高考怎么能没有新衣服呢？哎，我得给你们二嫂做一套新衣服。妈，你对我真好。妈，你都多久没给我做过新衣裳了？二嫂天天穿新衣裳。做，都做，你把我都晃头晕了。妈，我明天想吃鱼。好，那明天吃鱼。高考前的学生都有那么点特权，等考完我再收拾你。妈，那咱们明天吃甲鱼吧。那明天吃甲鱼，妈去找。吃甲鱼好，甲鱼补。妈，咱不是说好吃鱼的吗？哎呦，妈，就听小弟的吧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关系的，但不能让小弟受了委屈。哎呀，晴晴啊，你怎么总为别人着想呢？你也为自己想想啊！吃就知道吃，你考试考不下个好结果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就是小弟，你应该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你来，一会儿去考试，别紧张，不过就是个高考而已，别负担那么重，明年啊还能考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看书看得可认真了，肯定能考上。上辈子就考了4年，算了，要考试就不打击你了。你有信心就好。一会儿你二哥送你们去，再把书包里的东西检查一下，看带齐了没有。哎，妈，您别操心了，都检查好几遍了。你真是……妈，你别担心了，在家等我们好消息。行了，快去吧，别迟到啊！去吧。考场在你们学校，照顾点你们二嫂啊！老师提醒的东西啊，你们记得说。你们二嫂她没经验。二嫂不是很厉害吗？哪里需要我们提醒？谢健康，我看你有皮啊！哎呀，你知道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提醒。我们都是第一次考呀，谁不是第一次考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考试的经验我可比你们丰富多了。好，你赶紧进去吧，考完就出来，我们就在这棵树下碰头。那我进去了，如果天冷的话，你先回家吧。那不给个奖励吗？去吧。走啦。别紧张啊。
哎呀，不难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。不难就好。来，喝口热水，天冷了，一会儿回去加件毛衣。加。对了，那你下午就别一直在这等着了，你别冻感冒了。没事儿，我不冷，身体好着呢，这点风还不至于生病。再说，在家我也放心不下呀。二哥，你放心，这次考的呀都是高中很基础的知识，我肯定能过。对呀，上午这场考试可简单了，我感觉我都会做。好，回家吧。妈，把嘴闭上。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二哥，这是……你也闭上。考试，心态很重要。后面还几场试没考呢，别一回家就抱怨考试。这2天，谁也不许提考试的话题，听明白了吗？二哥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终于考完了，你们感觉考得怎么样啊？哎，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觉得难，我也觉得。我也觉得挺难的。我在外面打听到的也都说难，你们正经高中生都觉得难，别人考起来可能更差。二哥说的对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哎呀，反正我们班同学都觉得特别难，连老师都觉得难。难？大家都觉得难？哦，小弟，你该不会没有发现现在的教材跟10年前的教材不一样吧？你该不会没有发现现在的教材跟10年前的教材不一样吧？啊？你二哥给你准备的新教材，你是不是没有认真看完啊？是这么回事吗？二哥，我以为你带回来的教材和我们学的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没多看。谢健康，我看你是皮痒了是吧？现在的教材比10年前的高考更简单了，不止10年前毕业的高中生，就算10年前毕业的初中生，都比你们要学的深。二嫂，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？现在才告诉我。我书拿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让你好好看书啊？我还特意给你写了学习计划表，你不认真执行计划，还好意思怪你二嫂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？又笨又懒，还容易甩锅。妈，你们就知道说我，你们觉得简单，你们去考呀，非要在这说我。你给我回来！翠芬儿，翠芬儿，这老东西回来准没好事。翠芬儿，你是不是被那个苏晴给骗了？健康和桂英才是你家孩子。那俩小东西又跟你告状了吧？哎呀，我要是不回来，还不知道我儿子闺女被欺负成啥样。我看你呀，是被爱蒙蔽了双眼。那俩又懒又馋又笨，也就你还对他俩抱有期望。我看啊，笨点没什么，老天疼憨人，爱操心的人呐，要操一辈子心，反而是什么都不多想的人，能乐乐呵呵过一辈子。你个老东西，只顾自己快活，遇事只会躲。我活该为他们操心，是吧？我就是见不得我老谢家的种被欺负。你心疼他们，那你就带他们一起养。我可没怪你啊，孩子交给你我放心。再说了，
我整天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看他们呀？我就知道这家指望不上你，那你就别怪我偏心晴晴。自从晴晴加进来，我才知道这人生该怎么活。你要是看不惯，那我们仨就单独过。不是翠芬儿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哎，行，就当我今天没回来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谢健康，谢桂英，你俩给我滚进来！妈，我警告你俩，要想在这个家待下去，就要敬重你们的二嫂，不然就滚去跟你们爹一起过。妈，我们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妈，我以后会跟二嫂好好处，你别不要我。上一世，谢瘸子几乎不回家，我又溺爱两个小的，导致他们无法无天，一个个都误入歧途。好在现在年纪还小，还来得及纠正。妈，外面怎么那么吵？我好像发烧了，头好晕，好难受。还真是。我去厂里的医务室给你拿药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啊。苏晴，醒醒，醒醒。先吃药，吃了药再睡。啊，来。来，张嘴。这是什么？糖，药苦，你舔舔嘴啊。我又不是小孩了。快睡吧。来，来，青丫头，这考完试咋不出去玩呢？我看你天天闷在家里啊。啊，我前几天考试的时候不小心感冒了。哦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你妹妹想去参加高考，报名的时候被主任给拦下了。那这主任为啥拦她呀？嗨，还不是他家男人不让啊，怕考上大学之后不好掌控了呗。苏雪跟主任都吵起来了，挨骂哭得可惨了。那这事儿确实是那主任做的不地道。苏雪如果考上一个好大学的话，那也是一件好事呀。哎呀，还是谢家好啊！看你的男人跟婆婆都不管你考大学的事儿，真是通情达理。那是，我婆婆人美心善，心地又特别柔软。她知道我在娘家过得不好，可心疼我了。那你肯定能考上，到时候记得请我吃糖啊！借您吉言。谢家录取通知书到了，谢家，你们录取通知书到了，恭喜你们家录取通知书到了。妈，你别抖，撕烂了。瞎说什么呢？晴晴，来铲。妈，是金的，真的是金的。哎妈，我刚听说录取通知收到了，谁的呀？是你二嫂的。不过你也别着急啊，你的也快到了。你是正经高中生，肯定也能考上的啊。
这么大一件喜事儿，来，咱爷俩来喝一杯，来。哎呀，你跟苏晴，你们两个都聪明，都有出息。哎，你们以后可得好好照顾你们的弟弟和妹妹啊。妈，我敬您一杯，我能考上大学，多亏您的功劳。还是我们家晴晴自己争气。这二嫂考上大学又怎么？我又不是考不上，说不定我的通知书在后面呢。我们班同学啊都没收到通知书呢。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好好跟你二嫂学习学习，听到没有？妈，你偏心。我偏心怎么了？你二嫂比你考得好，她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。她考了大学，你肯定比你好。我不偏心她，我偏心你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又不是考不上。你考上考不上还不一定呢。你二嫂现在是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，你们仨一起去参加的高考。你二哥拿回来资料也没有说给你二嫂一个人啊。你和桂英，你又是高中生，哼，还没有你二嫂考得好呢。你说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是谁的问题啊？妈，你别生气了。健康，少说两句。谢健康，你少说两句，妈可没少为你操心。以后让我再发现你亲妈，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？你凭啥赶我哥走？这个家姓谢，不姓苏。信不信我连你也一起赶？爸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个家全是他姓苏的在做主。谢瘸子，再敢护着他俩，信不信我让你把他俩带走？妈，我错了，你别赶我走。还站着干嘛？坐回去。妈对大哥狠心，是因为大哥确实不孝，对这俩看来还抱有希望。只可惜，算了，别让妈为难了。妈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大家别不开心了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哦，妈。建华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位是？这是我们村以前的地主，解放前做的事还算有良心，队里就没怎么处罚他。建华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呦，你现在可有出息了。谢地主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听说你媳妇儿考上大学了，哎，真厉害。我们村子到现在还没有人拿到录取通知书呢。你有什么事儿，直说就行。是这样的，你媳妇的考试学习资料有用吗？能借给我孙子看一看行吗？哎，我孙子这次也参加考试，可惜没考上，我就想着明年让他再考一次。啊，这事儿我得回家问问我妈，您等消息行吗？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妈，你说我要不要把资料借给谢地主啊？借吧，当初他也挺照顾我们家的。我怀建华那阵儿，这个谢瘸子去当兵了，婆婆就把我赶出家门，还是人家谢地主借给我粮食的。哎，那我这就跟建华说一声。妈，不能借，这二嫂资料我还要用呢。你二嫂拿到录取通知书都多久了？你都不开口，现在要借出去了，你就要了？当时也没说要借出去啊。想要资料就自己抄去，抄一遍，说不准那印象还深一点。妈，你这主意真好。小弟呢，是应该多花点时间抄书。妈，学习去，学习去。
那谢健康，不是要抄书吗？这些都给你抄。这书落的都比我高了，这么多，怎么抄呀？不想抄就算了，到时候被借走，你想抄都抄不了。我抄。哎，你抄书的时候小心一点儿，别把我这些都弄坏了，都是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，外面书店都不一定有我的齐全。你要不是妈的亲儿子，我才不借给你抄呢，一点都不招珍惜。对呀，我才是妈的亲儿子呢。可是他现在也是我妈。二嫂，你这些做的笔记都得抄吗？废话，不抄的话我记那些干嘛？不仅这些要抄，上面我写黑色的字，还有画红色的重点都要抄，还得背。王婶婶在家吗？我是谢卫东。那卫东，这是我整理的错题笔记，还有考试时需要默写的重点，有不懂的随时可以来问我。谢谢嫂子，这么详细的笔记，我一定好好看。哎，二嫂，这些我还没有呢。你还没有啊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只有写喽。哎呀，你说你要抄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呀？堆得跟小山一样。你就是故意欺负我，故意让我抄书。二弟，你怎么能这么想二嫂呢？太伤二嫂的心了。二嫂，我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一下。跟村里那些姑娘真不一样，又厉害又好看。谢建华真是好福气呀！要是多能来几次，说不定……这道题你能再给我讲讲吗？你坐，我给你讲。这道题和这道题它形式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是换了一种方式。你看，你看这儿，它可以换算一下，这个和这个换算一下，就得到了这个数字。然后你看，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小畜生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妈，王婶儿，我是卫东，来问嫂子题。问题？我看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眼珠子往哪儿瞪啊？你真当我瞎呀？王婶儿，我没有，我就是……你就是什么？人家是正经大学生，也是你这癞蛤蟆惦记的。就你这德行，哼，一身的穷酸气。说没读几本，你歪心思倒是不少了。妈，婶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警告你啊，谢卫东，收起你那点花花肠子。你要再让我看到你靠近我儿媳妇，我就拿我家粪瓢抽烂你的脸。哎，我走，我自己走。你给我滚快点！怎么了？这是？还问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骨头疙瘩？你死哪去了？刚才你们都给我警醒点啊！这世道就有些不要脸的人想占便宜。妈今天真是火力全开呀！这是咋了？这是？她这是护着我呢。哎，我上大学的时候把咱妈也带上呗。啥？为啥呀？那把咱妈自己留在家里，她早晚会被欺负死。那咱俩不在，谁护着咱妈呀？你去学校是读书的，要住宿舍，妈去了住哪儿啊？住家属院呗。你那儿不是能申请家属院吗？正好我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住一住。
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这是她第一次。再说了，爸的工作也在这边，妈能同意吗？妈呀，和之前不一样了，也许她想换个新环境。我估摸着，她还是放心不下健康和桂英，所以需要上一些手段。手段？妈，妈，你就跟我去吧。妈，你就跟着去吧，我可以申请个家属院，也不怕没地方住。可是健康和桂英现在……妈，我们还是不是天下第一好了？你怎么舍得让我一个人去呢？我们当然是天下第一好了，你别怕，建华在那边呢，有事你就找他。哎呀，妈，我就想让你陪着我嘛。再说，弟弟妹妹都长大了，你也应该出去好好享受享受了。可是这谢瘸子能同意吗？如果这事儿爸都不能理解你的话，只知道让你在家里做贡献，那你还考虑他的感受干嘛呀？那你还考虑他的干嘛呀？你就跟我去吧。如果宿舍我住不惯的话，我还能住家属院呢。我倒觉得住宿舍挺好的，又能交上朋友，哎，你们还能一起相互学习呢。妈说的对，还是宿舍好，上课也方便。晴晴，别太任性了。这个男人演的还挺真。妈，你就跟我去吧，万一我在宿舍住不好睡不好，那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就这么不让妈放心呢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晴晴上山当了知青这么多年，吃了不少苦，你呀，别太惯着她。你胡说什么呀你啊！妈，你看他，在你面前他都这样，那你说你不在他得怎么欺负我呀？妈，好，那让妈再考虑考虑。有戏。你哭什么哭？我把路都给你铺好了，你都没考上。这都怪我们，要不是发烧，我肯定能上大学。你明知道文工团这2天就选拔，不在家待着，到处乱跑啊！不怪你，你怪我啊！真没考上呀？我看桂英比其他女孩都漂亮不少，还以为稳进呢。这个岗位又不是特意给桂英设置的，她不上，自然有人上。幸好桂英上了高中，还能参加高考。你说不然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哭，你叫着他哭。没事，还不滚去跟健康抄书去！明年你俩再考不上大学，我非打断你的腿！还有，我决定跟晴晴去京城了，免得被你们气死。太好了，妈，就等您了，我们那边啊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您过去呢。妈，那我和三哥咋办？你不管我们了吗？从前我管你们，你们听过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离你们远远的，免得被你们气死。晴晴，走，跟妈请过收拾东西去。去看。二哥，那我怎么办？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你弟苏雷又要结婚了，但你妹苏雪在闹离婚。他们都很久没找过我了，而且咱们不是要走了吗？就算他们请我回去喝喜酒，我也不会去的。这个喜酒啊，你怕是吃不上了。你弟苏雷的婚事可能又得花钱。为啥呀？因为你妹在闹离婚啊，闹得还挺大的。你弟的媳妇儿怕离了婚的小姑子回娘家，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嫁。为啥要闹离婚？因为任超在外面养了人，被他发现了，直接闹到单位去了。听说闹得还挺大，2个人打了起来，都进医院了。那确实该离。他们当时不就这样在一起的吗？
我还以为他早就知道任超是什么人了。可能是因为高考吧，因为苏雪一直都想参加高考，但是任超不让她考，听说被气得不轻。有可能。哎，你说苏雪能考上吗？她小时候都没吃过什么苦，就连板凳她都坐不住，怎么考？还真是。哎，他们啊，就是生活条件太安逸了，吃穿住行都有爹妈安排，稍微吃点苦就在那边滋儿哇乱叫。妈，你俩在家好好复习，不许再惹祸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走啊？我真错了。是啊，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你们是真知道错了，还是觉得免费的保姆走了没人照顾？我们当然是舍不得妈了。就是，你又不是妈亲生的，根本不懂我们对妈的感情。好啊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做饭，你收拾家务，一点活都不让咱妈干，能行吗？那怎么行？我和桂英还得复习呢。妈，别理他们，咱们走。我们该走了，你有急事就给我办公室打电话。2个屋子都收拾好了，这还差一些物件，到时候慢慢补上。那大件都有了，就是被褥、锅碗瓢盆，还有蜡烛、手电筒都得备上，暖和得买2个，1个还不够。然后就是一些生活用品，哎，都买，一会儿出去都买。这明天就要去报到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就去好好读书就行了。毛主席说，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你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，跟我说，我给你做主。这哪有力，太 max 了。挺好，都挺结实。没得夸就不要硬夸。你先睡一天试试，要是不太舒服，我再给你铺厚点。知道啦。你既然都帮我把床铺好了，再帮我准备个帘子吧，这样能遮挡一下阳光，我中午还能睡得好一点。好。兄弟，你送人来学校，后面还回去吗？我不回去了，我就在这边。媳妇太优秀了，咱就得盯紧点，省得别人惦记。老婆在，孩子在，家才在，其他的都是虚的。你都有孩子了还担心？兄弟，你看这是哪儿？这可是大学，里面全是男大学生。男大学生怎么了？这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地方，谁敢乱来？再说了，咱们跟男大学生比，差哪儿了？哼，真要算起来，我也是个男大，还是身强力壮、硬汉版的男大。苏晴，拿去吧，36分。这次的试卷只是用来看看大家的学习情况的，我就不讲了，有不懂的私下问我。我先去图书馆了，你自己回宿舍吧。哎，红姐，等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那你快点，去晚了就没位置了。听说你考了最后1名，那咋了？对啊，最后1名怎么了？我们家晴晴最后1名，也是京大的最后1名，那是我们家的骄傲。就是，妈，你对我真好，哪像有些人只会笑话我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我怎么会笑话你呢？我是怕你难受，憋在心里不说出去。知耻而后勇，你是有实力的。吃了这块肉啊，你很快就能追上。你，
你不会是在嘲讽我吧？我怎么会嘲讽你呢？妈，你看他呀！哎，你别冤枉我啊！我什么都没说，妈。这两个活祖宗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家介绍那个小刘主任，他要去香港，我托他给你带了件呢子大衣。啊，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们大学生穿得漂亮点，那才养眼。哎，我还看到一个同学穿了一身西装，我也给你买了，等天气暖和点就能穿了。建华，你真贴心。这话说的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给你置办衣服，那不是应该的。支持后勇啊，加油！钟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，快坐。苏晴，我有一双儿女在外做知青，想要高考回城，养在身边的小女儿，过2年也要高考了，想跟你借一下高考资料。钟大姐，你丈夫可是高级工程师，还需要我的资料啊？我那丈夫病得厉害，没有精力管女儿的学习，我经常要往返医院，也没太多时间管小女儿李雪梅。都是我们对不起她。可是我的资料也都在老家，还借出去了。听妈说跟钟大姐关系还不错，还经常一起吃饭。那怎么办呀？啊，你要不让雪梅妹妹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可以让她来问我，我教她。真的呀，谢谢你啊，太好了。我们呢不像那些天才，所以要多练多错，这样高考的时候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。我知道的，苏晴姐姐，你给我出的试卷呀，我们班同学都抢着要呢。既然现在学习意愿都这么强，不如搞台2手油印机，自己印试卷，还能挣点小钱。这蜡纸烂了，还得重新誊刻一遍。卖卷子这点钱都不够买油印机的。你懂什么呀？又不用你出钱，你别管。妈，这么多卷子能卖完吗？能的，钱姐姐这趟还没出的卷子，我们班的同学还有隔壁班的同学都已经预定60份了。哇！哎呀，你一会儿赶紧出试卷吧，这里已经成为雪梅和她同学的复习基地了。这么多试卷，不会影响你学习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是最后1名了。红姐，下个月学校要组织一场联合模拟考试，你能帮我出几套高考冲刺的卷子吗？我可以给你润笔费。这点小事哪能收你钱啊？哎呀，这哪是小事啊，你可以给孩子买点吃的呀。上次我在街上看见他们，实在是太瘦了。是我不好，跟我来京城受苦了。邱大山没有工作，只能临时干一些杂活，他和孩子也没有粮食份额，要偷偷买高价粮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红姐，我不是故意要提起你的伤心事的。我就是觉得你要多为孩子想想，我以后找你出试卷的次数不止1次，我也不能次次都不给你钱呀。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谢谢你啊，苏晴。不客气。看你前面出的这几道题，这套试卷的难度是不是要更大一些呀？这是高考模拟的联合考试的试卷，我想挑战一下难度，让他们适应一下。行，那我先出2套卷子给你看看。行。唉，这回的名单怎么跟上次的一模一样？是不是弄错了？啊，没错，我核对过的。
可我们这回的试卷是专门给联合考试的学生准备的，更适合高2和复读的学生。你们才高1，怎么也买啊？看他们报，我们也想报，我们就去和老师申请了一下。不管你们考得怎么样，都要通知我一声，我好提前做安排。安排什么呀？要奖励我们吗？那考得好当然要奖励了，考不好我就把油印机卖掉。啊，那怎么行啊？所以你们更要好好努力了呀！你们玩谁啊？还等着咱们的学习小组做大做强呢。那要多好啊！当然是第1名了。第1名？妈，他们都考得特别好，这回你不用担心了。我这不是没经验吗？卖试卷这生意，它不像卖衣服卖吃的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卖试卷它不一样，要是考不好，这生意就难做了。卖试卷它不一样，要是考不好，这生意就难做了。妈，你别担心，回头我让学习小组的人宣传一下。那还用咱们特意宣传啊？就雪梅这个成绩，他们学校的人应该都知道了。用不了多久，咱们互助学习小组人会越来越多的。往期的试卷我又卖了，今天卖了900多份呢。现在能考大学了，高中生啊都舍得花钱，咱们卷子的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。还是我媳妇儿眼光最好。那当然。哎，腿，蹲低点，屁股下去。好，手用力，来，稳住啊。好，手直了。好，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哎，不是，这才几分钟啊，腿抖成这样子，你这就坚持不下去了？你不知道强身健体吗？那你天天教我练马步，什么时候才教我学会那些招式啊？马步是基础，你这个不练好，练什么招式都没用。那我天天练马步，什么招式都学不会，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不懂怜香惜玉呢？好，那我教你几招防身的。那首先，当你遇到环抱的时候，用力肘击敌人这个部位。就比方说，现在环抱你，然后肘击。怎么样啊，老师？我还不是担心伤着你，不过这力度确实有点大呀。行，不错，挺有天赋的。那我们继续。好，那你看啊，先是肘击在这个地方之后，然后快速你的头部上扬，哎，攻击他。老公，你这么厉害，该不会是特种部队的吧？什么特种部队？我只不过偶尔执行一下特殊任务吧。我觉得你就应该是一个特种兵的好苗子，最好上能开飞机，下能开坦克，全能打老虎，脚踢黑熊，还能一个人穿越热带雨林。哎呀，可真帅啊！你可太看得起我了吧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兵，离你的飞机大炮差着远的呢。好吧。哎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老公。那既然你这么开心，就给个奖励吧。好，给你个一招之敌。哎，那既然你这么开心，就给个奖励吧。好，给你个一招之敌。这个死直男！谢锦华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打晴晴？
妈，我不打死你！妈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打晴晴。哎，我没有打晴晴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打。哎，没有，误会了，妈。你还说谎！我都看见了。小时候经常就把别人打哭，天天上门给人道歉。现在你学会打你媳妇儿了。妈，他真的没打我，真的？真的没打我。他刚才还教我风车术呢。让妈看看。他下手没轻没重的，真没把你打疼吧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可厉害着呢。也好，学点也好。等他要把你打疼了，你就跟妈说，妈给你做主。妈，你可真好。这到底是谁妈？妈没打疼你吧？现在才能哄你，是不是太迟了？只要我有一颗想哄你的心，永远都不迟。花言巧语。那你不喜欢吗？那你耳朵红什么？我首长，人家空军都特地选拔出来，你一个陆军，凑什么热闹？难道想跑路啊？谢建华可是个好苗子，空军怎么抢人抢到我这儿来？我怎么可能跑路？我就是想学一下。上飞机需要条件，我知道，什么身高、体重、血压、脉搏之类的，我去测就是了。你这就是想一出是一出。我觉得你就应该是一个特种兵的好苗子，最好上能开飞机，下能开坦克，能拳打老虎，脚踢黑熊，还能一个人穿越热带雨林。哎呀，可真帅啊！总不能说被媳妇儿的特种兵刺激到了。我就是想学一下，人总是要多学点技能的。行，我帮你申请，能不能成，我可不保证啊。谢谢首长。别在这嬉皮笑脸的，后面的任务好好准备。是。走吧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真的肯定是要出任务了。任务啊？什么任务啊？妈，这是机密任务，要不是因为你们住在这儿太久看不到我会担心，我是不能告诉你们的。你看你能不能不去参加任务啊？现在咱们家过得挺好，我和你媳妇儿卖试卷卖的也好，也不差你那点工资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出任务了。妈，你就让他去吧，我相信他。而且建华一直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也应该支持他呀。妈就是说说而已。那你出去注意安全，想想晴晴，再想想你妈还没抱孙子呢。妈，大哥不是生了个儿子吗？再提他，小心我扇你！每天都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，怎么能考好试？我就这水平，不吃就滚！我好想妈呀！妈如果在的话，肯定不会饿着咱们。真不知道这个苏晴有什么好的，妈怎么就处处偏袒她呢？人家考上大学了呗，妈肯定觉得跟着二哥两口子能享福呗。
要是我也能考上大学，妈说不定就会心甘情愿的跑回来送咱们了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好吧？桑哥，你不觉得我跟二嫂长得挺像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答案你们自己都对过了吧？有哪些是你们讨论之后还不懂的，可以来问我，我可以再给你们讲。苏老师，第9题我们搞不懂，还有第15题。其实这道题的形式呢，和这个其实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。那这节课就先上到这儿吧，大家高考加油！苏老师再见，苏老师再见。拜拜。那个小耿同学家里条件是不是不太好？他今天是第2回来，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，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我想着让那几个家里条件不太好的同学帮妈的忙，咱们分他们一份工资。妈这从早忙到晚的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对，妈确实太辛苦了，不如让学习小组的人自己来报名如何？如果只挑家庭条件差的，我怕他们心里会不舒服。行，那咱这算是统一意见了啊！你可别妈说几句就叛变了。我是那种人吗？谁呀？错这么多？妈，我觉得建华说的有道理，多叫几个同学来帮忙，你也没有那么累。那你把活给他们，我就没事干了。哎呀，你干那么多活我会心疼的。再说了，你在家也不是没有事情做，你还要管账呀。管账才有几毛钱。妈，你以后是要做大做强当领导人的，你就提前试一试。行，那我就听你们的。那我就放心的出任务去了。那你小心，我跟妈等你回家。好。狠心抛弃咱俩，我以为过上什么好日子，原来还是给苏强当保姆啊！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妈，我是你亲生儿子，我现在有困难来找你不行吗？也对，只有闯了祸或者缺钱了，才能想起我是你们的妈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主要是想你了。说实话。妈，你看二哥二嫂现在住的有多好，可见考上大学的重要性。我当初让你好好学习，你就是不听。文工团的考试你不重视啊，现在后悔了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妈，二嫂她那么厉害，不如你就让她帮帮我呗。你二嫂每天事那么多，她哪有功夫帮你补习？妈，我不会耽误二嫂太长时间，就考试2天，你让二嫂替我去考。谢桂英，这种事情你都能想得出来啊？你脑子被狗吃了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？妈，我才是你亲闺女，我真的不想下乡，我想上大学。等二嫂替我考上大学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。妈，我才是你亲闺女，我真的不想下乡，我想上大学。等二嫂替我考上大学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。你二嫂考了那么好的大学，将来肯定是要分配好工作的，你先让她拿自己的前途做赌注，你还让她去借考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？妈，要不是他们家当时算计二哥，她能嫁到咱们家吗？自从她进门，大哥被赶走，我跟桂英你也不要了，你还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吗？他们就是想让咱们离心，然后霸占咱们家财产。你个黑心肝的东西！当初你大哥和大嫂把我赶出门，你们差点把我气死，都是因为有秦静在。苏
晴跟你无亲无故，为啥那么照顾你？还不是惦记你死后那些钱？等你没钱之后，他指定把你丢了，到时候还不是让我们收留你？放屁！晴晴能跟你们这两个白眼狼一样吗？这么说，这个忙你是不肯帮了，那就别怪我俩不认你这个妈。对，我们没有你这样胳膊肘往外拐的妈。本来我想把你们往正路上引，没想到我真是痴心妄想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起，你们爱干嘛干嘛。但有一点，你们以后别再打扰你二哥和二嫂。再让我见你们一次，我打你们一次。王翠芬，这是你说的，以后被苏晴赶出家门，别怪我俩不收留你。对，等我靠我自己考上大学，有你后悔的。就是你还能考上大学，你要能考上大学，还能想出来让人弃考这事儿。桂英，我们走。这俩孩子本性如此，就算让他们再重生一次，也救不回来。以后我只顾好我的晴晴、建华就够了。晴晴，你周末怎么不回家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妈不在家，建华要出去执行任务了。我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的，还不如留在学校学习。那你这个周末可得好好陪陪我了。那你男人不来找你吗？苏晴，有人找你。看来某人这个周末又不能陪我了。你好，我是苏晴，您是来找我的吗？你好，我是谢建华的战友，在执行任务过程中，谢建华他受伤了，现在在军分区治疗，我是来接你去见他的。我都忘了，小说里谢建华的结局是牺牲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如果要是能醒过来，就没什么事儿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？嫂子，有些事情我不能跟你说，但是华哥是因为我受伤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华哥醒过来的。我相信他一定可以醒过来的。嫂子，这段时间你要有什么忙，你就直接让我去办。谢谢你。这么晚了，晴晴怎么还不回来？婶子，快跟我走！你家建华出院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还不醒过来？健康和桂英今天他们来家里大闹了一场，气得妈和他们断绝了关系。最可气的是那个谢桂英，她居然让我去替她考试。建华，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帮我揍揍他们。建华，妈还不知道你生病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讲。建华，建华，
晴，妈，晴晴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啊？妈，我害怕。晴晴，你别怕，有妈在，静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建华，我们来喝水。医生，医生！恢复得很好，下午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。先不要干重活，不要剧烈运动。谢谢你，医生。不客气啊。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哎，你别乱动啊！医生说了，你要静养。医生还说了，我要适量运动呢，我都快生锈了。就你事儿多，不过吓死我了。这次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都活不过来了。谢谢你。妈，这是我和建华新买的房子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对，以后就是咱的家了。怎么还有我呢？你不会嫌弃我打扰你和秦间的二人世界吧？怎么会呢？能和你住在一起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。还好，这辈子没白活。哼。